一讲到长寿，10个人里面恐怕有8个第一时间都会答番薯。原因很简单，以前听人讲，山区老人吃番薯，乡下人吃番薯，挨过艰难年月的上一代也靠番薯活过来。久而久之，番薯这种普通粗粮慢慢变成好多人心目中的长寿密码。有的养生文章更加夸张，讲到只要50岁后日日吃，肠道会好，血管会好，人会瘦，连寿命都可以这样拉长。我听完之后只可以讲一句，番薯是好食物，但把它捧上神坛就讲得太过火。你很清楚，如果长寿真的靠一条番薯，今天就不会同样日日吃饭吃菜，有人排便顺畅精神好了，有人却搞到胃胀反酸吐酸水。如果番薯吃的越多越好，那早餐2条，午餐2条，夜晚再2条，又一定比均衡吃饭更加健康吗？如果一样，食物可以包办肠道、肌肉、血糖、心血管所有功能，还需要我们不断提醒不偏食、不偏听偏信吗？这个道理就好像一间屋子里有一把好扫把，扫把当然有用，可以扫走地上的灰尘，但你可以因为扫把好用，就叫它代替吸尘机、炉头、电灯、桶水喉吗？番薯都一样，它有自己的长处，但不可以代表它一样就做得到全身所有功夫。所以今日要讲的3代长寿食物，不是要学什么官方排行榜，不等于第1名就一定长命。这个排名只是用几个贴近50岁后生活的标准去比较，有没有足够纤维，可不可以令饮食更加完整，对维持肌肉有没有帮助，价钱是否合理，是否容易长期持续吃。同时最重要一点就是它可不可以同其他食物互相配合。我们不应该迷信单一选择。有人一听到番薯排第3，可能已经不服气，番薯这么出名，为什么只是第3？第3名不代表差，相反能够上榜，是因为它确实有几样值得肯定的地方。首先，番薯富含膳食纤维，吃下去也比较有饱足感。对于平日吃太多白面包、饼干、糕点，或者每餐将白饭装到像小山一样高的人，将其中一部分精致主食换成蒸番薯，往往是一个更实际的方向。番薯有它的营养，也含钾同其他营养元素，不过品种不同，烹调方式不同，营养含量也会有差别，不可以见到番薯2个字就当所有番薯完全一样。另外，番薯容易买，容易煮，养生最怕不是食物普通，而是方法太贵太麻烦，煮3日就放弃。你教一个老人家日日煮燕麦或者糙米未必长久，但一条番薯蒸熟，就算牙齿不太好也可以处理得到。你做得到，习惯得了，负担得起，其实比好多复杂方法更重要。还有番薯可以为主食多一个选择。50岁后最不应该一听到体重控制或者血糖就将所有淀粉都当成敌人。有的人刻意不吃饭，只吃菜同少量肉，还觉得自己很自律，过一段时间却容易累，心情差，夜晚周身不自在。问题不是出在吃淀粉，而是种类单一以及怎样同餐单配合。但番薯之所以排第3，是因为它有3个容易踩进去的陷阱，好多人偏偏不讲。第一个陷阱，番薯仍然是主食类食物，它有营养，但不等于可以无限量吃。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一大碗白饭照旧，再加一大条番薯，还跟自己讲今日吃的好健康。这样只是叠加，就好像你本来个袋已经装满，再放多一样东西进去，袋也一样会因为增加重量而爆开。尤其本身要管理血糖的人，更加要记住，番薯是淀粉类食物，蒸番薯、番薯粥、烤番薯、番薯糖水做法不同，分量以及在同一餐中的搭配不同，结果都可以很不同。不可以听到粗粮2个字就觉得自己怎么吃都没问题。已经确诊糖尿病，正服用降糖药或者血糖波动大的人，应该按自己的餐单和医护人员建议调整，而不是日日吃几条番薯就以为可以控制。第2个限制，番薯无法成为50岁后最需要补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人过了50岁，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单纯体重的数字，还有手脚的力气是不是慢慢流失。以前行2层楼梯不当一回事儿，现在行1层已经觉得喘。以前拿东西10几公斤都没问题，最近越来越无力。这种变化未必一下子令人警觉，但肌肉一路流失，
平衡同活动能力同生活品质都可能受影响。你如果早餐只吃番薯，午餐用番薯当饭，晚餐又食番薯，蔬菜吃不够，奶鱼肉豆类更加不够，肚子是饱了，但身体需要的材料没备齐，就好像起屋只有砖泥、水泥，没有钢筋，装的再多也不够坚固。第三个陷阱，每个人的肠胃反应不同，有人吃条番薯觉得舒服，有人一吃就肚胀放屁，有人空腹吃没事，有人空腹吃会反酸，有的老人家吃完就整个胃顶住。这不代表番薯有毒，也不代表中医讲的一定是错，而是提醒你，任何食物都要讲分量、时间同个人情况。有个典型例子，没有人完全不吃番薯，也有人太迷信番薯。有位50几岁的女士，听朋友讲番薯通便排毒，有时早餐一大条，午餐又一大条，有时夜晚还在吃多半条。她以为自己这样吃就一定清淡，结果菜吃很少，蛋白质不够，造成一个极大的误区。起初几日，她觉得肚子饱饱的，还跟自己讲这样就是健康。但过了一段时间，下午胃到6点已经没精神，又想吃饼干，夜晚吃饭时特别容易失控，胃酸倒流更加严重。真正问题不在番薯本身，而是它将部分替换做成了单一依赖，将一样配角硬推去做整套戏的主角。后来他全面调整，不再餐餐靠番薯，早餐改成适量燕麦配鸡蛋或者无添加糖的奶类豆制品，午餐保留少量饭，但混入糙米再加菜同足够，蛋白质番薯就轮流在其中一餐出现，而且不再是当时唯一的主食。身体反应自然会因人而异，但至少整套餐单不再单一，变化多了很多。所以番薯最理想的位置是帮你将主食变得多元，而不是取代所有。譬如本来是一大碗白饭，可以按个人需要减少一部分，再配适量番薯，旁边照样有菜以及合适的蛋白质来源。番薯是一个好队员，但一个人赢不了整场比赛。传统养生讲五谷为养，重点不在教人迷信某一样食物，而是提醒我们主食是日常根基，选择要完整，分量要合适，还要同菜、肉类、豆类互相配合，地基打得稳，楼上才有条件讲保养。如果每日只追逐一个所谓的第一名，今日是这样，明日又换另一样神奇食物，最后最容易失去的反而是饮食本身应有的快乐。讲到这里，有人会问，既然番薯有纤维又方便，还可以代替部分精致主食，那究竟排第一的是什么呢？让番薯也要让位，答案就是完整谷粒2个字。很多人将碳水化合物视为洪水猛兽，觉得吃了会发胖，会让血糖升高，于是将所有谷物一刀切，视为同一类坏东西。但保留高完整结构的谷物，同一款经过高度精制已磨成粉的食品，身体面对它们的方式未必完全一样。所谓完整谷物，不是见到包装袋印着天然粗粮2个字就自动变成养生宝物。真正要看的是一粒谷物经过加工之后还保留着多少原本的结构。完整谷物通常包括外层胚芽同主要提供淀粉的部分，外层有纤维，胚芽有多种营养。但当谷物被磨得极细，去掉外层同胚芽，往往会减少蒸煮后的饱足感，更加软滑，更加容易入口，也更加容易令人不知不觉吃得过多。可以用一句话去理解，完整谷物好像一间保留原貌的建筑物，仍然保留着外墙、楼梯同房间的间隔，你要一步一步走进去，身体仍然需要时间处理。过度加工的谷物就像将军队撤走，变成一个大堂，一推门就进入，方便是方便，但原本好多保护机制已经不见了。所以在今日要讲的名单中，排第一的是常见的全谷物，包括燕麦、糙米、大麦、小米等。至于香港人吃的米，会因米种同加工方式有分别，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不可以见到包装写着健康就自动当成全谷物。全谷物排在番薯前面，不是因为它可以治病，也不是因为你每日吃一碗糙米就必定肠道畅通，但它比较容易成为长期饮食的基础。番薯可以间中替换部分主食，但好多人未必愿意餐餐吃。全谷物不同，燕麦可以放早餐，糙米可以混入白米，大麦可以加入米饭一起煮，全麦面包也可以在选择合适产品时作为其中一个选项。
你不需要一夜之间改变整套饮食，只要每日换一点，长年累月已经可以令主食来源更加多元。但为什么这么多人一听到全谷物，第一反应仍然是怕呢？有人怕吃了会胖，有人怕血糖高，有人觉得粗粮难消化。老人家一吃过硬邦邦的糙米饭，就从此认定所有全谷物都不适合。其实这几种反应各自都有一部分道理，但都没讲完整。经常让人容易发胖的，往往不是淀粉质本身，而是整体分量长期超过需要，加上活动量少，甜品多，零食多，烹调用油多，还有太多食物太容易入口。你一边吃大碗饭，一边喝甜奶茶，饭后再吃饼干，最后却将责任全部推给一碗饭，未免太冤枉。全谷物有热量，不等于可以无限量吃。你将一碗白饭换成2碗糙米饭，总分量大了，也不会因为糙米2个字就自动变瘦。真正合理的方向是在原本的主食分量内逐步加入未经精制的谷物，而不是额外再加多一碗。至于血糖方面，患有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的人，不可以听到全谷物就放下戒心。燕麦、糙米、大麦仍然会提供碳水化合物，仍然要计入整餐分量。不过部分全谷物因为保留较多纤维同结构，配合适，当分量同蛋白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比大量精致主食更容易安排进均衡餐单，但可以接受同可以任意吃是两回事。有的产品即充即溶，加入了大量糖、奶精调制香精，有的标榜全谷的面包实际仍然以精致面粉为主，再额外加糖加油。你如果只看包装前面那几个大字，就好容易将加工食品当成天然原型食物，所以选择时要看清成分表，不要见到全谷2个字就觉得一样。至于消化问题，更加要讲的细致。有的老人家牙齿不好，需要选择处理方法；有些人肠胃敏感，突然吃进大量粗粮，腹胀放屁的反应自然会增加。这不代表全谷物不适合，而是转得太急，转得没有缓冲，或者选择不适合自己。身体适应纤维就好像一条平时车流不多的小路，忽然一天多了几十辆货车，一定会塞车。初期你要做的不是永远封路，而是逐步增加车流量，让条路有时间适应。最实际的做法是，不要今天听说全谷物好，明天就将整个米缸的白米都丢掉。你可以先由1/4开始，比如煮饭用白米占大部分，再加入少量糙米或小米，之前预先浸泡，水量调整好，煮到软糯。这段时间留意消化同排便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增加。如果牙齿差，可以选择比较容易煮软的品种，或者将谷物煮得烂一点。如果有吞咽困难、肠道狭窄，近期做过肠胃手术，或者医生已经叫你限制纤维，就千万不要自行跟风增加。饮食从来不是一条命令，要全部人立即执行，朝同一个方向冲，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步伐走。全谷物之所以排在第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同肠道里面的微生态有关系。我们吃进去的纤维不是全部由人体直接消化，一部分会到达肠道较后位置，成为部分肠道细菌可以利用的材料。肠道环境同整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不可以简化成吃粗粮就等于排毒，也不等于排便多了就等于身体清除所有毒素。排毒2个字最容易令人误会，身体本身有肝脏、肾脏、肠道等系统处理代谢同排泄，又不会靠一碗燕麦就将多年毒素全部排走。全谷物比较实际的价值是帮助增加膳食纤维来源，改善饮食多样性，也可能令人学习放慢速度咀嚼，增加饱腹感。但如果本身饮水不足，又突然大量增加纤维排便，未必即刻顺畅，甚至可能更加辛苦。所以任何饮食调整都要考虑整体水分、活动、睡眠，以及本身有没有肠胃疾病，全都有关联。讲到这里，全谷物已经够全面了，有纤维，有多种吃法，也容易成为每日主食的一部分，但它仍然只能排第2。第1名还有一样必须更加值得讲，50岁后留住肌肉，关键就是基础。人一旦过了50岁，身体维持肌肉的能力会逐渐改变。如果吃不够，蛋白质活动又少，肌肉流失往往悄悄发生。你可能只见到体重差不多，甚至肚子变大了，但手臂同大腿的力量已经慢慢减少。
脂肪多，肌肉少，站上磅的数字未必明显，身体的体质却已经不同了。有的人以为老人家要吃的清淡，就是一碗粥加2条菜，最多配少许腐乳，这样吃是容易，但也容易长期蛋白质摄取不足，身体要修补，肌肉要维持，基础的材料就可能不够。全谷物有少量蛋白质，但要单靠一碗燕麦或者一碗糙米去满足50岁后的肌肉需要，始终不够全面。所以排第一的这类食物必须同时跨过2道门槛，一方面有纤维，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而这类食物好多人从小到大都在吃，偏偏一直把它看低了。以前穷苦人家吃这类食物，有人就说是寒酸，有人吃豆腐就说不如吃肉补，有人更加认为植物里面的蛋白质怎么都比不上肉类。但你细心想想，世界各地多少地方的传统饮食都有豆类，中国人有豆腐豆浆，地中海地区常见鹰嘴豆同扁豆，拉丁美洲好多家庭吃豆配谷物，难道这些都只是贪便宜吗？真正排第一的就是豆类，包括黄豆、黑豆、红豆、绿豆、扁豆、鹰嘴豆、红腰豆，还有用黄豆制成加工相对简单的豆腐、豆浆同豆干。当然不是所有带着一个豆字的食品都一样健康，也不是叫你由明日开始1日3餐都猛吃豆。豆类之所以值得排第一，是因为它可以提供2样东西，而且刚好补到50岁后饮食最容易被忽略的2块拼图，纤维同蛋白质。番薯有纤维，但蛋白质不算高，全谷物有纤维同少量蛋白质，但未必能单独支撑肌肉需要。豆类就刚刚好，一脚踩住植物性蛋白质，另一脚踩住膳食纤维，还带着矿物质同其他植物营养素，你看起来平平无奇。有时一样食物的真正价值未必可以让你即刻有极大感觉，但它足以安安稳稳陪你吃10年20年。昂贵补品不可能餐餐都吃，昂贵保健品讲到多厉害，都未必人人负担得起。但豆腐、扁豆、鹰嘴豆、无添加糖豆浆价钱相对亲民，街市同超市都容易买到，煮法也可以好多变化。这种容易长期维持的食物对普通家庭才更有意义。以前好多人有误解，觉得豆腐是穷人食物，上不了大场面。但食物的价值从来不是由价钱决定，一盏普通路灯长期来说可能比一张外表华丽但要不断维修的灯更加可靠。豆类就像那盏灯，不张扬，但放在日常饮食里，1年帮你补一点，10年帮你稳住很多。另一个误解就是觉得植物蛋白一定低人一等，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不同来源的蛋白质组成的确有分别，人体对不同来源的消化吸收也不完全一样，但这不代表豆类没价值，更不代表50岁后一定要餐餐大块大块吃肉才可以守住肌肉。真正重要的是整体膳食结构种类足够多，以及有没有配合适量活动。豆类可以同谷物互相搭配，也可以同蛋奶鱼轮流出现。你不需要为了吃豆就把肉全戒掉，也不需要因为吃肉就觉得豆类多余。养生最怕非黑即白，身体不需要你用极端方式去对待。平时每一餐都分配好，今天吃豆腐，明天吃鱼肉配鸡蛋，再配合充足蔬菜同主食，这种轮流来才叫平衡。不过讲到吃豆，好多人会直接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吃豆容易胀气。这个问题一定要正面讲。豆类里面有一部分碳水化合物，人体小肠未必可以完全消化，去到大肠之后会被肠道细菌利用，过程中可能产生气体，所以吃完之后放屁多了，或者有轻微腹胀是常见的情况。但为什么有人吃半碗都没事，有人吃2食就难受呢？第一是分量差别，一个平时几乎不吃豆的人，突然吃1大碗红腰豆，再喝2杯豆浆，肠胃反应当然强烈。初期就好像一个平时不做运动的人，第一天就走几万步，一定会有状况出现。这不代表走路有害，只是一下子太剧烈。第二是煮法差别，豆如果没浸泡，没彻底煮熟，吃起来会较难消化，部分品种更不可以生吃或者半生熟吃。有人为了追求爽口，尤其老人家宁愿煮得不够烂，反而成为肠胃负担。第三是进食习惯，一边说话一边狼吞虎咽，吞入好多空气，吃完饭之后肚子胀气，却全部怪罪豆类。
豆类其实不是唯一原因，同一餐吃的太多油腻食物，全部都会影响感受。第四是本身肠胃状态，如果本身有持续腹痛、经常腹泻、严重便秘、肠道疾病，或者近期做过肠胃手术，就不应该只靠自己试试看去判断。若吃一种食物长期不舒服，不要忍住就当养生，也不要上网找一个偏方就相信应该同医生或者合资格营养专业人士问清楚。所以第一个实际方法是少量起步，平时吃豆可以先由2-3汤匙熟豆开始，不要第一餐就吃整块豆腐，可以先由半块左右开始，按个人食量同全餐配合去调整。无添加糖豆浆也可以作为其中一个选择，但不要一边喝甜豆浆一边跟自己说是在实行健康早餐。吃完之后观察肠胃反应，有没有持续性腹痛、严重胀气、呕吐、腹泻或者影响正常生活。轻微气体增加，身体适应后可能减少，但如果痛得厉害或者持续恶化，就应该停止自行加量，先找出原因。第二个方法是浸泡煮透，干豆先清洗后按品种浸泡，再换水彻底煮熟。不同豆类所需时间不一样，煮得够软熟才容易消化。使用罐头豆就要看钠含量，倒走原本的液体再冲洗一下，可以减少部分表面盐分，豆腐相对容易处理。可以煮汤蒸或者配菜炒，但不要每次都油炸。你将一件本来清淡的豆腐炸到吸满油，再加大量酱汁，最后反而说是豆腐让人发胖，那问题未必在豆腐本身，而是烹调方法。第三个方法是同主食搭配，而不要互相取代。例如午餐有适量饭，配菜就可以加入少量糙米或者大麦，旁边有一碟菜，再加豆腐、鱼或者蛋。另一餐可以用番薯代替部分饭，配一碗扁豆汤同蔬菜，番薯全谷物同豆类。这3样不是对手，而是3个互相补位的队员。有人问，第一名是豆类，是不是代表我每日吃豆就行？当然不是，这个排名最怕你误解，以为叫你将餐牌变成军令。今日吃黄豆，明日吃红腰豆，后日吃豆腐，仍然要有蔬菜、水果、全谷物，同时要给自己其他蛋白质来源，饮食多样才可以避免将所有希望压在同样食物身上。第4个方法就是学习看标签，好多产品标榜高蛋白或者天然，令人放下戒心。但豆类零食有可能加入大量油同调味料，豆浆可能加了糖，豆制品也可能钠含量较高，早餐店豆浆可能加入不少糖。决定吃一样食物，不是在花钱纳克，而是看整体。不要因为原料是豆就当成无限量健康食品。选豆浆可以优先看无添加糖，选罐头豆可以比较钠含量，选豆制品看具体成分表有多少层油盐。老人家如果有血压高、心脏或者肾脏问题，更加要看清楚，不要只看包装那几个大字。应对方法就是不要只顾吃而忽略活动。蛋白质是建筑材料，活动就好像叫工人开工。你日日吃豆腐鸡蛋同鱼，但长期不动，肌肉也未必守得住。50岁后不一定要做剧烈运动，可以由步行扶墙、半蹲、轻量弹力带、简单阻力训练开始，最重要是按自己能力稳定来做。如果本身有心脏病、关节问题，近期跌倒过、行路易喘，或者医生曾经限制活动，就要先问清楚专业人士，不要见人做就自己做。举个例子，一位60岁左右的长者不迷信任何单一食物，早餐有时吃燕麦配鸡蛋，有时是全谷物面包配无添加糖豆浆。午餐、晚餐正常吃饭，但会装到适量饭里面，煎中加入少量糙米。夜晚有鱼肉吃，没鱼肉就蒸豆腐或者煮扁豆汤。番薯1星期吃几次，每次当甜品吃1小条。他可以同人讨论哪种食物好，但不会见到网上一张健康图表就全部照抄。他只是守住几个原则：能量适中，不偏食，少加工，慢慢吃，同时每日都要动一下。这个例子不是说这样吃就一定长命，而是提醒我们，真正可靠的养生通常不会那么戏剧化，不会是今日吃了什么宝物，身体明天就焕然一新，也不会是吃了1个月就能逆转10几年累积的问题。身体的改变是由每日小小的选择累积而来，坏习惯如此，好习惯也如此。50岁后饮食选择很重要，但如果本身有长期病，就要格外留意。糖尿病患者
是需要将番薯、全谷物同豆类的碳水化合物计入整餐的，不要见到健康2个字就放心大吃。慢性肾病患者有时需要按病情限制磷、蛋白质或者其他营养素，番薯同豆类未必可以任意增加。长期服药正在治疗紧急手术或者有多种慢性病的人，最好先同医生或营养师商量安排。痛风人士是否完全不能吃豆类？这类问题不应该用一句可以或者不可以回答，因为要看整体饮食搭配同肾功能。若急性发作期，应按医护建议处理，不要只靠某一样食物或者喝所谓排酸的茶。还有几个警告要记住，食物就是普通食材，如果持续腹痛、反复呕吐、吞咽困难、便血、原因不明的消瘦，或者吃完少许就长期顶住，应该尽快求医。食疗是日常保养，不是用来遮盖身体发出的警报。讲到最后，3个排名已经清楚。第3名是番薯，它有纤维又方便，容易加入餐单，但不应该同大量白饭叠加，也不可以代替所有蛋白质。第2名是全谷物，可以帮我们维持主食的结构完整，但要逐步增加，要学习怎样挑选，不要因为操作麻烦就放弃。第1名是豆类，它被误解多年，平凡普通，有人嫌弃它，有人觉得它上不了台面，但只要分量煮法同搭配合理，就可以同时成为纤维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不过你要记住，第1名不等于神丹妙药，真正帮人走得远的从来不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分寸。吃番薯有分寸，不会被健康之名拖着走，吃得过量；吃全谷物有分寸，不会用极端方式对待身体，让它承受太大转变。吃豆类有分寸，不会整天想着哪个排第一，就餐餐吃满整碗。人到了50岁开始明白，很多事情都一样，话不可以讲得太满，道理不可以听到就信。要明白，对子女付出不是越多就代表越关心，要给大家一点空间。连吃饭都一样，不是哪一样最好就拼命吃，而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身体承受得了多少。晚年真正的福气不在山珍海味，而在有一碗吃得舒服的家常饭，还有精力去买菜，还有心思为自己煮，还有清醒的头脑，不会被今天一个神奇排名，明天一个惊人偏方牵着走。养生不是赛跑，不用斗快，也不是准备一顿饭那么简单。养生是尊重身体，自然会留意要吃的均衡点，活动稳定点，睡眠充足点，有问题就去求医，没问题就好好保养。一个人能够照顾好自己，不单只是自己的福气，也是对家人一份体谅。你身体多一份稳定，子女就少一份担心；你生活多一份力量，晚年就多一份选择；你的心多一份平静，一家人相处就少一份摩擦。所以今日真正要带走的不是去买10斤豆，而是4个字：食得有度。有度才能吃得长久，有度才不会让养生变成负担，有度才知道什么说话可以参考，什么方法要问专业人士。愿意的话就记住这句话：食得有度，晚年有福。愿你吃得安心，行得稳健，睡得踏实。年纪越大，心越清醒，日子也归于平淡安稳。